菲律宾彻底被拖下水，与一国合围包抄，南海局势大变。不过，当危机来临，中国也不吃素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团长观察室。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之后呢，中菲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。尽管马克思嘴上说要与中国保持合作，维持友好的关系，但行动上却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对立面。近来有消息显示，菲律宾陆军正在展开军事演习，不过这个演习当中还有美国陆军，名为盾牌的联演已经开启。按照相关国家所说，今后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将会常态化，并且会继续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驻扎。而据悉呢，盾牌演习是美菲1年1度举行的军事活动，旨在加强双方军队在各种军事行动中的协同能力。过去也举行了不少，可相比之前，这次联合演习的意义却大有不同。在分析看来，就当前的局势而言，这绝对不只是加强军队协同能力这么简单了。过去的一段时间，美菲两国多次互动，而在这之前不久，菲律宾刚派出军机擅闯中国南海领空。有报道称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搭载有外国媒体人士的飞机，几日前一度闯入了南沙群岛的海域领空，飞行了4个小时。在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之下私自闯入领空，这无异于是在触碰我国红线。另外，菲律宾方面还带着外国媒体人士一同前往，更是极具危险的行动。上个月，美国海军 P-8A 反潜巡逻机就带着一名记者抵近南海侦察，而当时外界给出的解释是，美军此举意在故意抹黑解放军，夸大并歪曲解放军在南海正常合理的活动的同时来挑衅。而此次菲律宾也带着一位媒体的人士，不排除也有夸大歪曲挑衅解放军的目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菲律宾企图搅局南海的野心正在逐渐的暴露。当然，要是没有美国，菲律宾也不会如此大胆。美国一直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菲律宾来对付中国。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，拜登政府还坚持与菲律宾互动，而在南海问题上更大力支持菲律宾。所以可见，这是要把菲律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。原以为马克思政府会跟杜特尔特一样头脑清醒，不跟中国对着干，但就现在看来，终究是多想了。美国的忽悠和口头上的力挺，让马克思失去了理智。如今前脚闯领空，后脚就与美国联手，试图包围合围中国。菲律宾已然是彻底被拖下水。那么，如果如美国所愿，菲律宾会成为其在南海的问题上针对中国最有力的打手。中菲友好关系要变，是中国不想看的，而中国也不希望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实际上任何一个武力来对抗。可如果对方执意要逼中国出手，那我国自然不会客气。早之前，我国就发出过警告，而美国作为域外国家，千方百计的在南海挑起争端，加剧紧张局势，是在恶意破坏中菲希望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。希望菲律宾不要引狼入室。可马克思政府如果不听，我们也不是吃素的。那个时候，首先遭殃的恐怕就是菲律宾民众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